学们，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往下讲。我们上节课讲到病机讲到病因，讲到了外因、内因。外因主要是有阴邪气，内因有痰浊、有肝火、还有虚弱、肺虚、肾虚。那么这些内外因呢，在体内的变化过程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外因的变化过程给大家点过了，就是这个流阴邪气经过皮毛口鼻上溢于肺。那么引起了肺气的宣降失司，肺气上逆而引起咳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会讲到什么？讲到内因啊，讲到内伤。内伤呢，会主要的呢就是本脏的问题和这个他脏的问题影响到肺啊，影响到肺。我们说内兼肝肺，而同样呢会引起来什么？引起来这个肺气不利啊，肺气上逆而出现这个咳嗽。那么本脏自虚呢，我们说有一个肺气这个虚弱的表现，肺气亏耗症，肺脏亏耗症。那么肺脏的亏耗呢，肺脏的不足呢，我刚才说到了有肺气和肺阴两个不足为主要表现。那么肺气不足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津液不足，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痰浊内生啊，痰浊内生。那么痰浊内生以后呢，它也会影响到肺气的宣降，而导致肺气上逆作咳。那么肺阴不足呢，我们说肺阴是濡养肺的，肺呢是喜润而不燥的。那么肺阴不足呢，就导致了这个肺虚濡养，肺虚濡养之后，肺生理功能出现了变化，肺气虚弱啊，肺阴不足。肺失宣肃，那么肺气就会上逆。肺阴不足呢，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除了濡养不足以外，阴虚则热啊，阴虚则火旺。那么肺阴不足的时候呢，导致肺部的虚火可以煎熬肺的津液而形成痰，同样会由于痰而引起肺失宣肃，而引起咳嗽。那么这是肺脏本脏的虚损而导致咳嗽的这个病机。那么他脏的这个病理变化影响到肺的，我们说主要是脾、肾和肝，肾和肝对肺的影响。那么从脾来讲呢，脾为生痰之源啊，脾为生痰之源。不管是这个饮食啊，我们说饮食伤脾，伤脾以后痰浊内生。痰浊内生呢，有句老话啊，俗话说的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也就是说，脾形成的痰通过经脉呢上来于肺啊，影响到肺气的宣肃，导致肺气上逆而造成咳嗽。那么脾脏呢虚弱呢，同样也会导致脾虚啊，这个水湿不化而痰浊内生。这样的痰浊呢，同样可以循脉上干于肺，引起肺气的这个上逆啊，肺湿宣肃而造成咳嗽。肾呢主要是虚啊，而肾的虚损呢，主要是气虚和阴虚不同。那么我们都知道，肾为水脏啊，这个肾呢主要管的是气化，主水啊。那么这个气化呢，顾名思义是把水化成津液，注入全身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当肾气不足的时候，那么它的气化功能是不足的。气化功能不足的时候，这个时候水湿不归正化，水湿不归正化，就会形成一些与水饮、痰饮相关的一些病理产物。那么这些产物呢，可以这个流入于全身其他部位，而引起相应的这个疾病来。比如说这个水饮，它这个浮于肺啊，我们叫痰饮浮肺，也叫水寒摄肺。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肺气上逆而作咳，也可以导致严重的呢，可以导致肺气上逆而作喘啊。那么这是这个肺的肺气不足和肾气不足或肾阳不足。那么如果是肾阴不足呢，我们说肾阴是一身真阴啊，是这个其他脏腑之阴的一个基础，先天之阴。那么肾阴不足导致各脏腑的阴液都是不
那么我们知道因主濡养主濡养，那么它同样肾阴不足也导致肺阴不足，而肺气失养，导致咳嗽。另外呢，肾的水火之在水火之在藏有真阴，真阴是含纳阳气，含纳真阳用含纳真阳用。那么也是含纳向火用当阴液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火旺都是推火旺。那么这种火呢，我们说是虚火，但是虚火同样可以煎熬津液而形成痰，同样也可以损伤肺络而导致咳嗽，导致肺气上的咳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咳嗽这一个主症的它的病机内因外因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到肺气，导致肺气的上逆，而就出现了咳嗽这个问题。我们这就是咳嗽在体内那么一个演变的过程咳嗽的病因在体内的演变过程。OK， 我们用语言文字这个小结一下，这样外感咳嗽是结石属结石。内伤咳嗽呢，多属虚实互见什么属实？痰湿属实那么肝火属实什么属虚这个肾虚为虚，肺虚为虚。那么肺虚加痰，肾虚加痰，这就属于虚实互见虚实互见。那么感受外邪呢，也是有区别的，有什么区别？首先呢，外邪往往以风为先导，在讲感冒的时候，我们说了风为百病之长也，所以风为先导呢，可以伤人可以伤人，主要伤人皮毛口鼻那么风不毒伤人这种邪气一般不毒伤人，多什么呢？夹杂其他邪气，比如说风寒、风热，还有风燥因为燥气通于肺，有这个区别。内伤咳嗽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痰，主要是火那么痰也要分寒热，火呢要分虚实这个在我们在讲病机里面跟大家谈到痰有痰热，火要分虚实。主要病位在哪儿？在肺这个咳嗽不离于肺，但是呢，肝脾肾有关系，而不止于肺。脏六腑皆应任何，非除非也。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对咳嗽的病因和病机发展的认识。现代医学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医认为引起咳嗽的病因主要是什么呀？感染、物理或化学因素和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呢，刺激了咳嗽感受器，因为咳嗽感受器在哪儿？在呼吸道黏膜，在胸膜，在脑，在耳，在内脏，通过传入神经间，传入到延髓咳嗽中，引起保护性的反射动作，也就是咳嗽反射的发生，而导致的咳嗽。这就是西医呢对于咳嗽的这个产生的原因的一个认识，这跟我们中医的认识是一样的。实际上应该说是个殊途同归的事，只不过我们的所用的语言不一样西医认为咳嗽的这个刺激因素刺激到了感受器，引起了这个中枢神经反射，而导致咳嗽发生。主要目的呢是一种驱邪的努力驱除外邪的努力。而我们中医也认为这个咳嗽呢，这个是什么呢？是外邪侵袭以后，或者内邪干肺，那么人体主动驱邪外出的这么一种驱邪努力那么一旦这种努力呢过分严重，影响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我们说就把它作为一种病态问题来处理病态问题处理。那么以上呢就是中医我们传统医学对于咳嗽的病因病机的认识，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医怎么看待这个咳嗽反射。那么讲完了病地和病因病机，让我们对于这个病的来源、它的发生、发展
有了一定的认识啊。那么我们讲它的发展的目的是要治疗它，治疗它的前提是要把这种情况从复杂的临床问题当中识别出来，因此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诊断。下一个内容主要讲的是诊断。诊断和鉴别诊断，首先我们说诊断，诊断是什么呢？诊断是第一要看病史，病史呢一般有肺气病史和其他的系统病史，或者没有病史，或者肺脏病史。一般的简单的外感咳嗽往往找不到病史，而内伤咳嗽往往有很长的病史，这是病史。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和咳痰，咳嗽和咳痰。那么其他的可能会有一些咳嗽、咳痰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咽痒，比如说有些人会有流涕，比如说有些人会有咽痛，比如说有些人会有胸痛等等，这都是咳嗽、咳痰的伴随症状。那么查体呢可以表现为什么？查体是后听，不同的疾病呢带来的体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两肺可以闻及呼吸音增粗，也就是说这个发热的病人，外发热的病人我们说可以听到呼吸音增粗，急性气管支气管炎会呼吸音增粗。那么也可能会出现干湿多音，比如说哮喘的病人，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病人可能会出现肺部的哮鸣音，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的病人可能会出现湿弱音，它都是不同疾病带来查体的阳性表现。再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可能会出现湿弱音，而肺气肿的病人就可能出现呼吸音的减低，肺间质病的病人就可能会出现爆裂音那么查体的表现是五花八门的。理化检查呢，一般我们要查个血常规，照个 S 线，这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用来鉴别疾病器质性疾病造成的咳嗽，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单纯咳嗽一个症状的这个一个必要的工具。比如说我们查血常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看看白细胞高不高白细胞增高伴有嗜酸比例增高，我们认为是感染的表现。那么白细胞增高伴有嗜中性粒细胞增高是感染的表现，刚才说错了。那么白细胞增高伴有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的表现，这个比例增高的表现，我们说是嗜酸性疾病嗜酸性粒细胞疾病，包括这个嗜酸细胞性肺炎、嗜酸细胞增多症等，它影响到肺，也会出现咳嗽，那么查个胸片的目的是为了鉴别其他严重疾病比如说肺炎，比如说肺结核，比如说这个肺癌，我们在胸片上都是有特征性的表现。那么肺炎呢，就可以分为大叶性肺炎和小叶性肺炎、间质性肺炎结核呢，就分成5型，除了肺外结核，其他在肺内表现都不一样有原发综合征的表现有这个干燥性肺炎的表现，有空洞的表现。这个呢，还结合部位结合球的表现，是对我们的临床诊断有一定提示。再有就是肿瘤，胸片是我们筛查肿瘤的一个基本办法之一。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 CT 做肿瘤筛查并不比胸片做肿瘤筛查呢这个有更大的优越性。相反呢，它一方面可以带来更高的辐射，另一方面带来更大的花费，所以还是推荐胸部 X 线作为这个肺癌筛查的一种手段。这都是题外话，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咳嗽这种问题是一个主症很多人都有。我在开始讲，好多人都有咳嗽这个现象，但是它背后隐藏的问题、隐藏的故事很多，我们要注意鉴别诊断虽然我们要采取中医的方式治疗，
但是鉴别诊断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鉴别诊断重要？因为不同疾病它有不同的演变规律，有不同的预后。只有把握住诊断，我们才能掌握疾病的演变，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治疗疾病，也更能适应我们现在的这种医疗环境啊，医疗环境避免误诊和漏诊。OK， 这是肺系疾病，我们看了从咳嗽、哮病、喘症、肺中、肺胀、肺痨、肺癌这些病呢，它都可能会出现咳嗽啊。那么它是有不同的临床特点的，比如说咳嗽这个病，它就是外邪和内因导致的肺的这个肺气上逆啊，肺肾宣素引起来的，它的临床特点就是咳嗽感染，这是主症，这是必须具备的。而哮病呢，它的病因有外感，有内伤，它主要问题是气道顽疾，寒阻气道顽疾啊，肺气上逆。它的特点呢，不只会有咳嗽，它更重要的特点是两个呼吸困难和后天有哮鸣音啊，是这个哮病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它这个具有发作性的特点。喘症的特点呢，是可以见于任何的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它的病因也是有六淫啊，有这个内伤啊，那么它都是导致到邪阴归肺，肺气这个宣降失司，或者是这个肺和肾的这个虚弱，因为呼吸呢，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啊。肺肾不足而引起来以呼吸困难为主要特点的一种，也是个主症啊，见于多种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肺痈呢是一个疾病啊，它属于内痈之一，它主要呢病因是感受外邪和寒热速生啊，它的病机关键是热痈血瘀啊，它导致了血外肉腐成脓，所以它的临床特点呢是以卡阻、大量清透、浓痰啊，甚至脓血相间的临床特点啊。那么肺胀是见于多种慢性的肺系疾病啊，慢性肺系肺脏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见于后期啊，它与肺体肾的功能失调，导致痰瘀和这个气郁结啊，痰饮淤血啊，气枯竭，而引起来这个肺部膨满，不能忍降啊，不能忍降。它的特点是胸部膨满啊，胸闷为主要特点啊，外有咳嗽。那么肺痨呢，是病因是感染痨虫啊，感染痨虫，它以这个痨虫的感染加上这个正气素虚啊为主要特点。那么它的病机关键呢是体质虚弱啊，气血虚弱，再加上感染痨虫。它的主要临床特点是咳嗽、咳痰、咳血、寒热盗汗和什么呢？和慢性消耗症状虚消瘦。肺癌的特点呢是有正气虚，有邪毒啊，有邪毒。那么它的病机关键呢，应该是肺肾宣素气血痰足凝聚成块啊，它结成的是一个五行之邪。那么临床的表现呢是咳嗽、咳血、胸痛、发热、气急，逐渐消瘦。那么影像上呢是一定会在肺部看到方块的阴影，或者是有转移灶，那么同时呢会有相应的转移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所讲的肺系疾病里面都会出现咳嗽这一个症状，但是每一个疾病一个症，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呢我们要注意鉴别，目的呢是要把单纯的咳嗽从这一堆肺系问题里把它识别出来，进行辨证论治和有的放矢。那么见到了一个咳嗽，我们中医刚才给大家说到了啊，中医有那么多肺系疾病，它都有咳嗽的这个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有不同的表现，我们怎么去识别？
那么同时呢，作为一个医生，我们要了解这个症状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就在这个近几年，我们中华医学会颁布的一个咳嗽指南咳嗽诊治指南。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中医，不单要了解中医的理论，了解中医的理论，还要了解西医的理论那么咳嗽的诊治指南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把咳嗽进行分类整理，而进行这个分类整理，提出针对性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就是咳嗽的诊治指南的主要内容。那么它主要把这个咳嗽分成几类，按照时间来分，主要是按照时间来分咳嗽的诊治指南分成急的、亚急的和慢性的。为什么这么分？实际上是有一定规律的。从时间上的这个规律倾向于是从一个感染性疾病和感染性咳嗽向非感染性咳嗽发展。所以现在很多人一旦出现咳嗽，就吃点消炎药吧，或者咳嗽越久，消炎药再升级，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咳嗽，我们说把它分成了3类，按病程来讲，急性咳嗽是在3周之内，慢性亚急性咳嗽是3到8周，而慢性咳嗽是8周以上。不同分类的咳嗽，它的病因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急性咳嗽最常见的就是感冒感冒一般在3周之内的咳嗽急性支气管炎也会出现这种咳嗽。那么一般它的病程也由发病到出诊，在3周之内考虑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来源什么？来源于感染，最常见。那么过了3周，在2个月之内，这个我们把它称为亚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我们再看看亚急性咳嗽还是感染，感染也有感染带来的一些后果就更多了。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它最常见的原因是感冒后咳嗽。感冒后咳嗽的病因是什么呢？也是我们课本上把咳嗽放在了感冒后边这个章节来讲，是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感冒好了以后就会出现咳嗽的表现。那么感冒后咳嗽实质是什么呢？是这个已经感冒病毒被消灭了，但是呢，这个呼吸道的上皮并没有得到修复。那么这个时候呢，上皮脱落，就像我们皮肤一样，皮肤脱落了，神经纤维暴露，这个时候呢，它的反应性会增高，敏感性会增高，遇到一些刺激就会出现咳嗽。这个两个月之内8周之内呢，上皮还长不好的时候，这种咳嗽是感冒后咳嗽，最常见，也有一部分感染性咳嗽。那么持续到8周以上的咳嗽，说慢性咳嗽，慢性咳嗽呢，感染的机会就会更少。为什么？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经历了8周时间，要么它就是自限性疾病，它好了要么就是严重的，比如说肺炎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变化。所以能够持续到8周以上不好不坏的咳嗽，称之为慢性咳嗽那么慢性咳嗽照个片子看看吧，如果是有明显的这个变化比如说胸尖有影像变化，有横泡有这个形影，这时候做个气管镜可能就证实了。唯独这些影像上没有问题，他又天天咳嗽的人，是非常非常让人头疼。抓不着特点，怎么办呢？这种咳嗽我们首先要仔细询问病史，询问什么病史？询问症状特点，包括什么时候会咳嗽？白天咳嗽和晚上咳嗽意义不一样，餐前咳嗽和餐后咳嗽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包括职业有没有职业暴露史，比如说他是在粮场工作，比如说是在煤厂工作，比如说在纺织厂工作，又是接触史，用药和治疗史用药和治疗经过。你比如说这个人和病有高血压，他用了什么药物，这也是不一样。实际上能够引起咳嗽来的药物有十几类，十几大类。那么我们现在接触最常见的一种能够引起咳嗽的药是什么呢？是降压药，ACI 类大家可能学过药理，就是这个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I 类，它的作用机理就是让肺的缓激态堆积，缓激态堆积就会导致喉痒咳嗽，所以本身它就能有不少于3%的病人有的药物达到10%的病人出现顽固性咳嗽，这种咳嗽停了药，有的人都可以持续到这个6周以上，所以药物的影响也不可不察。再比如说维他受体这个阻断剂，我们知道维他受体阻断剂可以阻断维他受体，阻断维他受体，维他受体哪儿有？心血管系统有，还有这个呼吸系统有。呼吸系统的维他受体被阻断，就会出现气道平滑肌的痉挛。这个时候呢，这个哮喘病人会加重哮喘病人会加重。因此呢，有一部分这个哮喘病人使用维他受体阻断剂以后，它会出现咳嗽的症状，严重会出现典型的发作。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仔细询问病史、体检查呢，这里我特别给大家注明要注意吻合，为什么鼻窦里也有咳嗽感受器？所以当你有鼻窦炎的时候，或有鼻炎的时候，带来2个结果，一个是鼻窦里的咳嗽感受器直接刺激鼻窦，中耳里头，那么引起咳嗽来；第二个结果就是分泌物不停的向咽后壁去流下来，它就会引起这个咽部的一些病变，引起咳嗽，我们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那么照片子，当然要照胸片，这是鉴别这个有没有肺部器质性疾病的一个主要手段。有必要照鼻窦片鼻窦片有助于诊断咳嗽，这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肺功能的检查是有必要的，因为做肺功能的检查可以帮我们识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以及这个肺间质病，可以把这几类疾病呢从一般的咳嗽当中识别出来。识别出来呢，对症处理以后，它的转归和预后是不一样的。诱导痰的检查，诱导痰呢，这是针对一些痰液少的人，我们用诱导的办法帮助他把组织当中的一些这个细胞以及组织当中的一些产物给它这个拖出来变成痰，吐出来收集以后化验，验什么？验细胞验这个炎症介质，这样呢有助于我们诊断。支气管镜的检查呢，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慢性咳嗽或者对于这个胸部影像正常的人呢，这个还有必要吗？有的人问，这个拍片子没事还有必要做气管镜吗？实际上是有必要的。为什么是有必要的呢？因为很多这个气管黏膜病变在 CT 上是没有任何显示的，比如说这个支气管内膜结核，只有通过支气管镜能看到，所以做纤维支气管镜是非常有意义的。当你这个诊断这个流程走到了胸 CT 是正常的时候，就要想到去做纤维支气管镜。食道 PRS 监测有用吗？是有用的。这个食道 PRS 监测呢，有助于我们鉴别胃食道反流性咳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食道上段和这个气管上段它是共用一层膜布的。那么在这个膜布上呢，这个是有这个感受器的。这种咳嗽感受器可以在气道的这个刺激因素下产生咳嗽反射，也可以在食道上段的刺激因素下产生咳嗽反射。所以呢，这个做24小时的食道 PRS 监测，对于
鉴别诊断咳嗽的原因也是非常有用的。再有呢，咳嗽感染试验，我们也叫咳嗽激发试验，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试验，用辣椒素来鉴别这个咳嗽的严重程度的一个检查这是我们对于一个很难鉴别病因的咳嗽呢采取的这个方式，怎么去鉴别？换句话说呢，这个图呢给我们标出来了指出来了。当出现了咳嗽之后我们怎么去考虑？怎么去鉴别诊断？先查个胸片是比较好能够明确什么问题了，那么你的胸片检查的结果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那么不能明确的时候，查个肺功能，做个激发试验，乐寒这个是有助于我们来发现气道的疾病有助于发现气道的疾病。有了方向就按照方向去做检查没有方向那么好，我们这个进一步再看比如说这个考虑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要做耳鼻喉科的检查，做鼻窦片和鼻腔镜。考虑这个胃食道反流性咳嗽的，我们要做食道PRS监测那么考虑到气道黏膜病变的，我们需要做前视镜。那么考虑到气道结构肺脏结构有问题的，要做高分辨 CT 那么好，下面就是针对性治疗。针对性治疗有效，那么正是了我们的诊断；针对性治疗无效，我们要回到诊断流程的顶点，逐一评估我们的诊断过程是否正确。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咳嗽这个诊断的一个流程。那么咳嗽的诊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结果判断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它的症状特点特异性不明显它的特异性只有40%到80%。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胃食道反流性咳嗽出现典型症状反酸胃痛，这个弯腰式咳嗽的病人只是不到30%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特点。所以这种特征性不明显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借助实验室的手段去做PRS监测。体检呢，往往这个症状与体征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可能在体征上没有任何阳性体征，而症状非常严重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些异常的检查结果，但它并不一定是咳嗽的原因你比如说这个，在你做的这个检查当中，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异常，但是恰恰它不是 IgE 的问题，是 IgG 的问题，又缺乏这个肺脏的结构性变化或者肺消化的一些表现，所以这种异常往往跟咳嗽的来源是不一致的，所以会出现一些很多异常的结果，干扰我们的思考。也有可能是多种疾病同时存在，比如说类风湿的病人同时存在一个类风湿性肺炎，还可能呢就是一个鼻窦炎的患者存在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还有可能是心衰引起来的咳嗽那么它有这个不同的疾病同时存在，本身咳嗽本身也可以是多种原因混合造成的一个结果最后一点就是用治疗来验证我们的诊断在这个指南里面，所有的咳嗽都有一条说这个针对性治疗有效，我们就可以证实你的诊断就可以证实你的诊断。所以我们说这个慢性咳嗽、不明原因咳嗽常见的症状有哪些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咳嗽变异性哮喘、胃食道反流、嗜酸性支气管炎，这是我们说常见慢性咳嗽的前4位，它涵盖了所有慢性咳嗽的80%。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前4位里没有一个病因是感染，没有一个病因是感染。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这个慢性的咳嗽、病史比较久的咳嗽，往往与感染的关系不大，往往是一些非感染性疾病在气道的一个反应。
那么少见病因还有什么？还有气道内膜病变，包括结核肿瘤，还有肺癌结核等等啊等等。这些病因呢，在慢性咳嗽中就比较少见，并不是常见的病啊。这是好多外国人的文献罗列出来的文献，他们可能来源于美国的是最多，还有英国的、爱尔兰的、土耳其的、巴西的啊。罗列出来的一些文献，那么不同原因导致的咳嗽，在不同的国家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广州卫研所是中国做的咳嗽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了啊，肾端细胞性支气管炎啊，上气道综合征或者鼻炎和鼻窦炎，咳嗽变异性哮喘、变异性咳嗽、胃食道反流这几个原因的咳嗽，占了这个慢性咳嗽的绝大部分。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西医学里面对于咳嗽的分类和诊断的一些认识。我们就会发现，西医的认识与我们中医的认识是类似的啊。我们中医认识认为这个短期的咳嗽、急性的咳嗽，往往是外感啊，由外而来。而西医也认为，这个急性咳嗽它往往是由于病毒感染也好，由于这个化因素刺激也好，它是外来因素导致的这个急性咳嗽。那么我们中医认为，久了比较久的久咳往往是源于内伤啊。西医也认为，这个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基本上感染的原因就很少了，多数都是这个非感染因素造成，也就是说不是外邪造成，而是自身问题造成。我们中医认为这是脏器功能失调造成的，或为内邪干肺，或为这个肺湿所养啊，虚弱脏器虚弱，肺湿所养，而导致这个咳嗽。在咳嗽的这种认识上，我们和中西医的认识是不谋而合的。好，以上我们是讲到了咳嗽的诊断和鉴别诊断。那么 OK， 讲诊断和鉴别诊断是为什么？是为了治疗啊，是为了治疗。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医的特点，中医两大特点，第一是整体观念，第二是辨证论治。那么讲到了我们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辨证论治。咳嗽的辨证论治。那么讲辨证论治呢，首先要讲辨证啊。咳嗽辨证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几个辨证要点。第一啊，我们说内科病辨证要有一定的原则与遵循，是什么原则？是八纲辨证啊，不要以寒热虚实啊，不要以寒热虚实八纲。那么首先我们要辨手辨表里，也就是辨外感，主要是内伤，这是外感和内伤。那么从几个方面进行鉴别呢？从起病、病程、症状、病情、治法和禁忌啊，治疗禁忌，做出这个相应的鉴别。那么外感咳嗽呢，它的起病一般比较短啊，没有什么这个漫长的病史，主要是外邪侵袭以后就出现了咳嗽啊。起病呢是比较急的，病程比较短，症状主要是心咳，而且有外邪，我们说有一分表证啊，有一分外感，也有一分表证，有一分表证，有一分外感。所以呢，它起病以后多有表证，病性是实的。为什么说实呢？张景岳说了，有邪气，邪气盛为实啊，是实的。所以既然是实邪之病，往往我们要采取去邪、疏邪、宣肺策略。禁忌的是收敛啊，禁忌的是收敛，忌便邪啊，忌便邪。内伤咳嗽呢，慢性咳嗽多数啊，它的病程比较慢，起病比较缓，这个往往有这个本脏或他脏疾病的漫长历史啊，漫长历史。
所以它病程就很长啊。那么从症状的特点来讲，属于久咳，多数有脏腑内伤之所表现。那么病性呢是虚实夹杂症啊，虚为肺虚、肾虚、脾虚啊，实为痰为炎啊，为痰为炎，多数是虚实夹杂症。那么治法呢，主要是调理脏腑，济心散。为什么济心散？是因为脏腑本虚，济心散，耗伤正气太过，所以济心散。那么这个表呢，是从起病、病程、症状、病性治法的禁忌上，把外感和内伤做了一个鉴定。第二就辨咳嗽的时间，咳嗽的特点。那么如果咳嗽都在白天发生，夜间少呢，起病又急，病程又短的呢，我们认为多为外感咳嗽啊，包括风寒和风热。如果早晨咳嗽剧烈、咳声重浊、痰出这可检的呢，它往往是痰造成的，不管痰湿还是痰热。如果午后或黄昏咳重或者夜间咳嗽、清咳少痰的呢，我们说是阴肺燥或者阴虚啊，都是这个阴虚。如果夜间咳嗽较重或久咳致喘者，多为虚寒症啊，多为虚寒症。那么夜间咳嗽呢，在现代医学角度上来讲呢，往往多见于两种情况，一是心衰，另外一种是这个哮喘啊，是因为夜间迷走张力增高而引起来的咳嗽加重。这节课呢就讲到这儿。